一种耗资数百亿美元打造的主力战舰，美军刚造出来没几年，就急着想把它赶紧报废，甚至送给别人。现在这个堪称美国海军史上最坑的造舰项目终于迎来了大结局，这个项目就是滨海战斗舰。那么这款被寄予厚望的未来战舰是如何一步步沦为废铁的？美军早就知道滨海战斗舰的问题，为何不早早停止？这10几年的弯路到底让美军赔了多少钱？2026年5月16日，美国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港口边人头攒动，军乐齐鸣。美国海军正在这里举行一场服役仪式。最后一艘自由级滨海战斗舰舷号 LCS-31克利夫兰号正式投入使用。不过对于美国海军来说，这艘船的服役并不是什么值得庆祝的喜事，而是一场长达10几年的噩梦终于熬到头了。有意思的是，克利夫兰号本身自带倒霉属性。2023年4月15日，威斯康星州的马里内特造船厂，当时这艘船刚刚建好，准备下水，造船厂还特意请了数千名观众和媒体来观礼，打算好好秀一波。克利夫兰号采用的下水方式就是侧滑式下水，就是船体横着，在重力的作用下，直接从滑道上拍进水里。这种方式简单粗暴，激起的水花非常壮观，特别适合用来拍新闻宣传片。结果呢，当巨大的船体顺着滑道呼啸而下，砸进水里的一瞬间，造船厂跟负责警戒的辅助拖船沟通出现了严重失误，拖船靠得太近了。克利夫兰号下水后，在水面上发生了一个巨大的横向平移，然后哐当一声撞在了旁边的拖船上，巨大的海浪直接把拖船给吞没了。万幸的是没出人命，但克利夫兰号水线以上的船体当场就被撞出了轻微的损伤，连带着掉了一层漆。新船下水直接变成了交通事故现场。这仅仅是表象，如果深入了解一下这艘船的设计，你会发现撞船那都不叫事儿。这艘船真正的毛病能让五角大楼半夜愁得揪头发。20世纪90年代初，冷战结束，苏联解体，一夜之间，美国海军环顾四周，在大洋深处再也没有成群结队的红色核潜艇，再也没有装满反舰导弹的基洛夫级巡洋舰，这让习惯了准备大洋决战的美国海军突然失去了人生的方向。没有了对称性对手怎么办？美军一拍脑袋，提出了一个全新的作战概念：由海向陆。既然大洋上没对手了，那我们就把船开到别人家门口去近岸潜水区，去抓海盗，去拦截走私船。在这个思路的指导下，到了21世纪初，伴随着反恐战争和亚丁湾护航的升温，美军越来越觉得手里那些动辄8、9千吨的伯克级与提康德罗加级实在是太不顺手了。为了填补这个战术空白，美军提出了网络化协同作战与分布式杀伤的概念，并且大手一挥，滨海战斗舰计划正式立项。在最初的 PPT 汇报阶段， LCS 的设计指标简直堪称完美，设计师给它赋予了4大亮点。第一，跑得快，军方要求这艘船的极速必须达到40节以上，相当于水面上的超跑，常规军舰能跑个30节就算高速了。美军的想法是，只要跑得足够快，无论是快速跨区部署还是打完就跑，敌人的小艇连我的尾气都吃不到。第二，吃水浅，为了能深入敌后， LCS 的吃水被设计得非常浅，它可以进入常规驱逐舰不敢靠近的近岸潜水区和岛礁海域。第三，模块化，这也是 LCS 最能忽悠人的卖点。所谓即插即用，就是说这艘船本身只提供一个基础平台，如果你打算想去打水面战，你就往里面塞水面战模块；如果你明天想去反潜，你就换上反潜战模块；如果后天要去扫雷，那就插上扫雷模块。一艘船干3艘船的活。第四，少人化，因为船上安装了高度自动化的全舰计算环境，以前需要100-200人才能开动的军舰，现在基础编制被压缩到了40到50人，这就意味着能省下海量的人员薪水、伙食费和培训费，后续的维持开支大幅度削减。速度快，吃水浅，能变形，还省人工。听完这些好处，当时的美国国会觉得这船简直绝了，直接大笔一挥，给我造。只是当滨海战斗舰真正进入工程设计和建造阶段时，国会才发现当初的自己实在想的太简单了。自由级滨海战斗舰在服役后，最先让美军崩溃的不是火力，不是防御，而是动力系统。美军对这艘船有一个执念，跑到40节以上。自由级的满载排水量也有3400多吨，想让这么个铁疙瘩在水里狂飙，传统的动力系统根本做不到。为了满足要求，设计师做出了一套极为复杂的动力方案，柴燃联合动力系统，外加4具大型喷水推进器，把2台劳斯莱斯 MT-30 燃气轮机与2台常规的柴油发动机组合在一起。当你需要低速巡航时，就用柴油机；当你需要狂飙突进时，4台发动机全部点火。最后最坑的部件出现了，合并齿轮箱。这4台发动机输出的动力全部要通过这个合并齿轮箱来进行整合，
然后再传递给喷水推进器。听起来很合适，但在机械工程领域，越复杂的东西越容易坏。当这艘船在海上进行高低速切换时，齿轮箱内部的应力变化极其剧烈，超出了物理材料的承受极限。这就导致了一个缺陷：合并齿轮箱里面的高速离合器轴承频繁出现金属疲劳。只要你敢猛踩油门换挡，里面的齿轮轴承就会直接裂开。2015年，滨海战斗舰首舰密尔沃基号兴冲冲地出海，结果还没怎么跑，离合器当场罢工，最后只能憋屈的叫拖船把它拖回港口。这还不是个例。2020年，部署在拉美海域的底特律号在执行任务时，齿轮箱直接报废，在海上抛锚，最后也是呼叫商业拖船慢吞吞地拖了回去。堂堂美军主力战舰天天被民用船拖着走，这脸丢大了。面对这种修不好改不掉的系统性绝症，到了2021年1月，美国海军崩溃了，直接下令暂停接收所有新的自由级，并且给现役的自由级下达了一条死命令，不准在34节以上的速度航行。好家伙，当初为了这40节的航速，牺牲了装甲，牺牲了火力，现在你告诉我不准跑那么快。如果说动力系统是问题，那 LCS 最引为傲的即插即用模块化就是一场诈骗。在最初的 PPT 里，换模块很简单，到了港口几个小时就能搞定，但到了实际运行中，海军的后勤人员差点骂人。更换这些重达数十吨的战斗模块根本不是几个人能干的，需要陆基吊装设备来支持。这就意味着你必须回到设施完善的大型军港，在交火激烈的前线战区，你上哪儿去找这些设备？其次，硬件装上去了，软件还得匹配。每次更换模块，全舰的软件系统都需要重新调试、兼容、校准。这个过程不是几个小时，而是长达数天甚至数周。等你在港口花了大半个月把反舰模块换好，前线的仗早就打完了，这还叫什么快速切换？除此之外，这些核心模块的研发工作也是十分的拉胯，陷入了无休止的延期和预算超支。尤其是那个用来抓潜艇的反潜模块，因为配套的声纳系统极不稳定，拖曳在水里经常接收不到信号，性能表现极差。耗了10几年，烧了无数的钱，到了2022年，美军自己都绷不住了，宣布取消反潜任务模块的开发。这直接导致自由级失去原本设计的一大核心功能，变成了阉割版战舰，动力不行，模块也破产了，这让自由级陷入了一个尴尬境地。它变成了一艘只能执行单一任务，而且火力孱弱到令人发指的巡逻舰。为了给高航速和轻量化让路，这艘3000多吨的战舰几乎没有配备任何现代中高端海战所需的重火力，防空没有区域防空能力，反舰没有重型反舰导弹，它既没有现代驱逐舰标准的垂发，也没有神盾战斗系统，全身上下最能拿得出手的就是一门57毫米的主炮，以及一套打不到远处的短程防空导弹。面对如今大国海军动辄几百公里的反舰导弹射程，饱和式的超音速打击，自由级连敌人的影子都摸不到，就会被直接送入海底。五角大楼在做完实弹演练评估后，直言不讳地指出 ，LCS 在现代中高烈度战场上完全不具备生存能力，只要上了正规战场，这就是活靶子。面对这么一堆修不起、跑不快、没火力、只会抛锚的工业垃圾，美国海军的肠子都悔青了。于是，在前几年，美国高层游说国会，想要把多艘服役仅仅几年、远没达到25年设计寿命的崭新自由级给强行退役掉。但是直接当废铁卖，国会肯定不答应啊！钱这不是打水漂了吗？这时候，海军想出了一个办法，变废为宝，送人。送给谁呢？美国海岸警卫队，结果却没送出去。海军拿着 PPT 跑去跟海岸警卫队疯狂推销：兄弟，你看这艘船航速极高，有直升机甲板，还能放小艇，这简直就是为了你们量身定做的完美执法平台。最关键的是，免费送，不要钱。讲到底，白嫖一艘3000多吨的崭新军舰，一般人肯定心动了。但海岸警卫队的人也不傻，他们派了专家团队对这批赠礼进行一次评估，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评估报告一出来，海岸警卫队直接把桌子掀了，向国会呈交了一份账单。他们管这批海军退下来的船叫科学怪人巡逻舰，毫无用处还贵。海警日常就是在海上巡逻，但自由级用的是喷水推进器，在30节以下低速航行时，动力效率极低。根据计算，它的耗油量比海警自己规划的近海巡逻舰足足高出了20%到50%。控制也不行，普通的船都有物理多面，靠水流偏转来转向，但自由级为了追求极速，没有舵，它完全依赖改变尾部喷水管的方向来调整航向。这在高速时没问题，但在低速行驶时，可操纵性急剧恶化，船体飘忽不定。海警执法经常需要把船慢慢靠近嫌疑船只，然后派人跳帮进行突击检查。你开着一艘低速不受控的3000吨巨舰靠过去，稍有不慎就会撞上去。最关键的还是维护费用。海警看了看海军那边自由级的维修记录单，差点没晕过去。设备故障率高的离谱不说，
每年的日常维护开支对海警来说就是天文数字。如果收下这些礼物，海警每年那点可怜的舰队更新预算，瞬间就会被这几艘军舰吸干。最终的结局就是海岸警卫队回收了海军的提议，你们自己留着用吧，我们伺候不起。无奈之下，海军只能继续捏着鼻子，把这些服役没几年的新舰一艘接一艘的送进闲置序列。一直这样搞也不是事儿，美国海军又想了一个办法，卖出去。就目前来看，美国海军有2个方案，一种是全新建造的深度改进定制版，另一种是试图将美军退役的二手原版半卖半送，但后者碰了壁。自由级滨海战斗舰唯一的买家是沙特，但沙特买的并不是美军原版的自由级，而是基于自由级舰体重新设计的出口型号多用途水面作战舰，抛弃了模块化，直接将其改装成了一艘传统导弹护卫舰。沙特版塞了美军原版没有的8单元 MK41 垂直发射系统，8枚鱼叉反舰导弹或 NSM 导弹，以及更强力的防空系统和主炮。那些退役的二手舰，美国政府试图将其作为剩余国防物资，当作顺水人情送给或极低价卖给盟友。美国曾提出向希腊海军免费移交4艘刚从美军退役的自由级滨海战斗舰，结果希腊在经过考察后也不要，美国只能自己留着。到这儿就有一个问题了，自由级的技术缺陷在2010年代就已经暴露了。为什么这个项目还能顶着巨大的舆论压力，磨磨唧唧的建造了10多年，甚至直到今天还把最后一艘克利夫兰号给建了出来？原因很简单，院外游说机制与就业绑架。在项目开启后，国会拨款到军工巨头游说，再到议员表决与地方就业，形成了一个完美闭环。LCS 项目在最开始启动的时候，军工巨头们搞了一个2家造船厂2个变体的模式，单体船型的自由级由洛马公司领先，放在威斯康星州的芬坎蒂尼马里内特造船厂建造；3体船型的独立级由奥斯塔尔美国公司负责，放在阿拉巴马州的莫比尔造船厂建造。你看这个蛋糕分得多匀，这2个巨型船厂加上遍布全美几10个州的精密配套零部件供应商，直接和间接养活了数以万计的产业工人。这里的焊接工、管工、系统调试员，哪一个不是选票？这对于当地的议员来说，这是经济支柱。每当美国海军因为舰艇性能拉胯、动力崩溃，试图削减 LCS 的采购数量，或者想提前把旧船退役省点钱的时候，好戏就开场了。威斯康星州与阿拉巴马州的国会议员们平时可能为了党派斗争吵得不可开交，但一碰到这事儿，瞬间亲如兄弟。他们利用自己在参议2院军事委员会的席位，直接动用特权否决海军的采购计划。最离谱的一次发生在2023财年国防授权法案中，当时海军实在受不了了，死活要提前退役9艘 LCS， 结果国会的议员代表团直接发飙了，强行通过修正案，硬生生赎回了其中5艘。美国海军被迫增加了 3.186 亿美元去维护这些战舰。在这背后还有军工复合体，美国这边大批退役的海军将领、五角大楼高官、国会幕僚，前脚刚退休，后脚又进入洛马这些军工巨头担任说客。他们回到华盛顿去游说自己以前的老部下、老同事，谁顶得住？结果就是 LCS 项目被拖延了整整10余年。不过这几年国际局势发生了变化，亚太和欧洲海域的大国竞争全面回归。美国海军突然发现，对面搞出来的都是万吨大驱、高超音速反舰导弹、隐身舰载机，自己手里这群连防空导弹都没几根的 LCS， 要是开到战区根本玩不了。美军迫切需要具备防空、反导、反潜能力的大中型水面战舰。LCS 这种低强度近岸战术的产物彻底沦为废铁。为了保命，五角大楼只能痛下决心，对稀缺的造舰资源和技术路线进行大洗牌，扭头就去研究星座级与无人水面载具。到现在大家也都知道了，后者还行，前者已经被砍了。2020年，美军为了替代 LCS， 寄希望于新型的星座级导弹护卫舰。为了降低研发风险，美军决定不自己从头设计了，直接拿欧洲现役的 F-21MM 来改，建造任务交给了威斯康星州的马里内特造船厂。结果在星座级的研发中，军方和舰船安全机构强行塞进去大量定制化的修改，说欧洲的设计不符合美军标准，电气配电系统改，雷达套件全换成美军自己的，安全规范按美军超标的要求来。这么一通乱改下来，原本计划中与欧洲原型的通用性从 85% 直接暴跌到了不足 15%， 结果可想而知。截至2025年，星座级项目深陷3年以上的进度拖延，首舰建造进度甚至还不到 12%， 随之而来的就是严重的重量失控，预算直接飞起来了。五角大楼一看，这要是再搞下去，不就成了第2个 LCS， 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于是在2025年11月25日，美国海军宣布停止星座级护卫舰项目，已经开发的前2艘凑合着建完接收，后续原定要造的18艘全部取消，直接砍掉。这样做的话，主力战舰不够用了。2025年12月，
美军授予亨廷顿英格尔斯工业一份新合同，要求设计并建造一种新型的 FFX 护卫舰，船体套用美国海岸警卫队大量装备、技术成熟的传奇级国家安全巡逻舰。没错，就是那个之前嫌弃 LCS 的海警的船。兜兜转转，海军居然去抄海警的底子了，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在这个成熟的船体上，美军也不搞什么模块化了，直接塞进去21连装的 IM 防空导弹，16枚 NSM 反舰导弹。美军一口气计划采购多达50至65艘这种 FFX， 指望靠着这批成熟、廉价、能快速爆兵的战舰，迅速填补上因 LCS 和星座级拉胯而导致的舰队数字空白。美军这么敷衍也是有原因的，无人水面载具好用，这种大船有就行。美军真正压住未来的属于无人化。在分布式海上作战的概念下，国防部战略能力办公室主导的幽灵舰队霸主项目取得了很大的进展。这支舰队里包含了流浪者号、游骑兵号、水手号和先锋号等多艘无人艇，他们完成了横跨中太平洋、自主通过巴拿马运河，全是超高难度的长航时任务，不仅跑得远，打人也狠。在演习中，这些无人艇成功测试了搭载集装箱式的垂直发射系统，直接在大海上发射了 SM-6 防空导弹。到了2025财年，美军更是提出了模块化水面攻击艇的概念，把中型、大型无人艇的设计和动力全部标准化。这种用无人艇群淹没对手的思路，算是彻底颠覆了冷战后 LCS 那种企图用轻型有人舰艇包打一切低强度近岸冲突的战术。不过克利夫兰号的服役也就意味着滨海战斗舰这个让美军承受了上千亿美元的直接损失的项目终于结束。自由级的后续如何，我们拭目以待。好了，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觉得美国能不能把自由级卖出去？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最后不要忘记点赞关注，我是火力军，下期见。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